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关键胜利。由美国疯子总统特朗普发起的专门针对中国的关税战终于打不下去了，因为美国股市、债市及美元都断崖式走低，不仅短期内蒸发了近10万亿美元财富，同时也扰乱了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在特朗普自说自话，类似于单口相声中，中国一直不予理会，眼看着情况失控，各方怨声载道，同时一直在等习近平主动打电话，但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呢？无异于异想天开。现在10多个美国联邦州也对他的关税发起了诉讼，等着吃官司。所以现在他急了。昨天多家德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关税战真的打不下去了，他竟然服软了。他说他将以非常友好的态度跟中方谈判。之前他单方放话说几周内将与中国达成关税协议，还说要大幅降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方面还是斯文不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新表态，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贸易冲突，我们将非常友好。特朗普当前正推动与北京就关税争端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闭门警告称，当前对华关税不可持续。与此同时，美国总统试图给人留下可以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印象，但他不愿意透露是否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会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不会采取强硬措施。不，我们会非常友好，他们也会非常友好，我们且看事态发展。特朗普在新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的就职仪式上表示，但他强调北京方面最终必须同意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将无法与美国开展贸易。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我们就来制定协议，因为制定协议权在我们手里。特朗普重申，这将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协议。我认为整个进程会推进得非常迅速。不过他未明确说明所有人是否也意指其他国家。此前，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在推进与中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议方面取得进展。他透露，刚与总统通过话，特朗普特别指示要向各界传达这一信息。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目前已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8项提案寻求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总统与政府正在为与中国达成协议创造条件。对于特朗普是否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莱维特未予置评。事实上，特朗普上周四已表示对美中关税争端达成协议持乐观态度，我们有信心将与中国达成解决方案。这位共和党籍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商界代表时表示，中国政府已多次主动与美方接触，双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话。据美国 CNBC 电视台援引与会者报道，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闭门会议上向投资者透露，当前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水平难以为继。该官员表示，贝森特特别强调，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目标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寻求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本月初通过对多国加征关税升级了贸易争端，随后宣布暂停实施新关税90天。目前仅对中国维持最高达145%的特殊关税。作为反制，北京此前已对美国商品加征125%的关税。中国政府始终强调绝不会妥协退让，而是将斗争进行到底。好的，朋友们，现在咱们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肯定是对的，与中国的关税争端很快就会缓和，因为这些关税的水平目前正在导致贸易停滞。2星期前，一位中国物流老板说，现在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只有3到5个，而以前是50个。当然，对电脑征收的关税现在已经取消，否则这将是完全悲剧性的。尽管如此，美国也不能毁掉自己的供应链，他们现在对中国的依赖比中国对他们的依赖更大。
这也是因为中国多年来不得不适应制裁，目前的中美关税争端不可能再持续6周。继续往下，2026年，美国将举行众议院选举，届时特朗普将无法再像现在这样随心所欲的行事。我们看跟贴，特朗普不循常规立法程序施政，其权力行使全凭行政令。数据显示，过去4个月，特朗普已签署约135项行政令，而拜登4年任期仅签署了160项。特朗普实属迷你独裁者。再往下，让股市下跌，让一切升级，然后低价入市，通过缓和事态，让股市再次起飞，遵循金钱的轨迹。下一则，这个男人像钉子一样坚韧，先宣布加征关税，然后屈服。如果对方的阻力不断，就乖乖卑躬屈膝，世界不再把他当回事。我很惊讶，美国佬还没有无视他的存在。继续往下，特朗普玩扑克牌时手气很差，他的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能看出来，中国将赢得这场战斗，特朗普将不得不屈服，这样经济才不会陷入困境。金融市场对美国信心持续下降，美国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但更糟糕的是失去信任，只要特朗普还是总统，就没有人再认真对待美国。这是跟贴，即使特朗普下台，并由一个成年人接任，谁又能保证4年后不会由万斯或其他天才接任呢？对美国的信任已经消失殆尽。下一则，普京说对了一件事，当敌人弹尽粮绝时，不要与他谈判。既然特朗普已经表示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中国，中国为什么还要做一点点让步呢？继续往下，当草包认为自己是最聪明的商业领袖时，中国正笑掉大牙呢。再往下，这般朝令夕改，还有人买账吗？美国经济恐将遭受重创。下一则，唐纳德的巧妙策略是先制造混乱，然后散布恐惧与恐怖，最后让他自己也陷入恐慌。唐纳德大帝是个天才，他的结果总是给每个人带来最大的伤害。下一则，中国已明确向他展示了关税的铁锤所在，他很可能不得不进一步退让，他的选民将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输家。美国已经丧失了很多信任，这种影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下一则，在北京和莫斯科可能需要开动制氧机，因为那里的人们几乎笑得透不过气来了。继续往下，别理会特朗普先生，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我们自己和欧盟。中美关税战是欧盟重新调整全球贸易战略、增强独立性的历史性机遇。在中美2个超级大国经济相互阻拦的同时，全球供应链、投资流动和销售市场也出现了新的缺口。欧盟现在能够，而且应该积极填补这些缺口。第一，开拓新市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正在寻求美国和中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可靠贸易伙伴。欧盟可以在此确立自己作为基于规则的稳定参与者的地位，例如通过与南方共同市场、印度或东盟国家加速达成协议。朋友们，接下来几点较长，与中国关系也不大，所以就不翻译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本周，中国不接受2架波音飞机，并将其送回西雅图。也许特朗普意识到中国将落实其宣布的反制措施，他开始感到恐慌。下一则，输家就是这样美化他们的失败的。继续往下，这无疑是特朗普的彻底溃退。中国成功捍卫立场，笑到最后，但此番结果毫不例外，其荒唐至极的关税政策。此类挫败必将反复重演。真正具备文明素养者，岂会如白宫那位前科累累之徒般，动辄束之武力威胁？理性对话方为正道。外交战线溃败后，美国国内政治危机已迫在眉睫。随着未来数月更多负面经济数据陆续曝光，这般困局只会愈演愈烈。
再往下，因此美国也将失去这笔交易，而中国将赢得贸易战。他又屈服了，因为他的做法完全错误。伟大的破坏者特朗普。下一则，面对中国，特朗普终究得夹起尾巴做人。真正离不开中国制造红利的，恰恰是那些在华赚得盆满钵满的美企巨头。美国既无足够产能贴补空缺，更缺乏熟练工支撑产业回流。再往下，欧盟目前正在采取严厉措施，对哈雷摩托车、内燃机、牛仔裤等征收进口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对从德国进口的有机苹果征收关税。玩笑归玩笑，中美之间的关税争端将会平息。不变的铁律是，中美两国仍将主宰未来世界棋局，而欧洲却仍在碳中和的云端梦境中沉浮难行。下一则，中国人将自己的商品销往其他地方，不再生产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国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待货架见空，选择锐减之时，多数美国民众迟早要为这聪明绝顶的关税政策傻眼。君不见美利坚众生相，年购新电视，岁换新手机，电子玩物更迭如流水。此等美式生活美学，岂容科技新品断供？若供应链持续吃紧，怕是要闹得个天下大乱。好，朋友们，最后我们看几条奥地利媒体标准报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不仅不应该试图给特朗普找一个面子上过得去的解决方案，任何人都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他把这理解为软弱。特朗普必须失败，而且要一败涂地。他不懂任何其他语言。继续往下，特朗普已成为全球笑柄，全世界都在直播围观他在俄罗斯和中国面前示弱的过程。若非其决策终将波及全球民众，这种局面本可能极具讽刺幽默。再往下，有趣的是，在正常情况下，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台湾、日本、越南、韩国、澳大利亚等都可以在这场贸易战中站在美国一边。想象一下，如果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北京将被迫迅速展开谈判。但现在特朗普已经分裂了西方，中国很容易获胜。北京目前正在与美国盟友或前盟友谈判新的贸易协议。让我们看看特朗普想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希望不要继续表现得像个皇帝，认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他的伙伴。美国，你已经厌倦胜利了吗？我们接着看跟帖。不幸的是，欧洲、加拿大、墨西哥、台湾、日本、越南、韩国、澳大利亚等地也不够聪明，无法在针对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中站在一起。下一则，不知为什么，我不再害怕接受中国即将成为主要领导者的事实。是的，这是独裁统治，但至少他们确实在努力阻止气候变化，而美国目前正在尽一切努力加速和抹黑它。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佬才是更大的问题。我们看跟帖。乍一看，中国的气候政策显得更加坚定，但我们不能忘记，透明度很重要。中国的大部分数据，尤其是有关排放或绿色项目的数据，都由国家控制，这缺乏独立性。是的，美国目前的气候政策是破坏性的，但至少他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媒体和公众可以施加压力，双方都值得认真考虑。中国不会仅仅因为生产太阳能电池板就自动成为更好的领导者，美国并不一定就是榜样。真正的全球领导力需要有担当、透明度和信任，而这两者目前都缺乏。再往下，特朗普迄今为止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损害着美国，不仅是经济方面，还有形象方面。下一则，与债权人交恶绝非明智之举。中国目前持有约7800亿美元美国国债，仅日本持有量更多。或者用特朗普政府能理解的话说，
亚洲正牢牢掐住美国的经济命脉。如果中国选择大规模抛售这些债券，美元将遭遇断崖式下跌，美国将在极短时间内面临严重债务违约，此举将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相比之下，当前贸易争端只能算小打小闹。中国或许不会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但事实清晰可见，相较于白宫那位橙色小丑，北京手中握有更多战略筹码。继续往下，美国完败，中国正以更长远、更睿智的战略布局取胜。特朗普这次政策回调来得太晚，造成的损害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想保持全球市场领导地位，你需要的是战略，而不是关税壁垒。再往下，中国正等待此类不当举措多时，必将坚定立场，不再做任何退让。中方始终明确表示，争端并非由中方挑起。当前中国掌握着近乎全部战略主动权，这种优势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转变。下一则，习近平只需再等10天，特朗普和他的 MAGA 派亿万富翁们就会向他屈膝投降。特朗普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既无知又愚蠢，人品还极其糟糕。如果习近平等上30天，美国经济的崩溃、供应链的全面瓦解便将拉开序幕。那么问题来了，习主席在做什么打算？无非是坐在柳条椅上喝茶、观望、微笑罢了。下一则，特朗普的关税战，这堪称美国自2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刻中国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下一则，在贝森特演讲结束时响起了掌声。如今无论他说什么荒唐话，听众都会热烈鼓掌，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独裁国愚钝家的场景，无人敢提出异议，只会争先恐后的逢迎，假装完全认同上级的所有指示。无论外界如何看待中国，从欧洲标准来看，它确实算不上理想的政体，但中国人绝不更不会卑躬屈膝。特朗普的讹诈手段在那里注定行不通。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为何这个国家会选出如此荒唐无能的失败者担任总统？这个曾经作为人权民主灯塔、繁荣科技典范的国度，转瞬间竟沦为世界笑柄，让美国变得史无前例的渺小，正是美国这群政治梦游者酿成的苦果。在普京这类强权者眼中，美国已然成为滑稽剧场的常客，难道就没有具备责任担当的明理人来制止这个政治门外汉的妄为吗？朋友们，看来绝大部分网友看得清，是美国那个小丑总统愚蠢，毫无计划，让美国失信于全世界，沦为世界笑柄。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虽然让中国也蒙受损失，但或许反而会加速中国的伟大复兴呢？一切看起来真的应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句话。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